借钱大对决，能借还是不能借？反正我就是不借嘛，怎么样？借小钱真的很难拿回来，只要是女朋友或老婆都借。这个有点情勒了吧？借钱额度大不同，对象是谁差很大。1000块啊，我每一块钱我都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钱大伟，你可以设定在30万。如果是跟老婆，那没有这个没有借上限没有借的问题，都是中。借钱真心换绝情，闺蜜从此别再见。劝我们那闺蜜离开这个男生，恐怖情人，对，借他一笔钱，还帮他彻夜搬家，然后搬家之后，可是大概不到3个月，他就跟男生和好，气到我就觉得哦，算了，我连钱我都不想要了，因为他说钱是我就是对啊，拜托他搬出去，很差就很差劲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喂，陈哥，怎么样，八妹？我所有朋友里面最有钱的就是你啦，这个忙只有你可以帮啊，借我一点小钱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。我才要拜托你多多出去，多认识些新朋友。没有朋友，不要老是就把我当救命稻草。拜托你了尤其是提到借钱，我是一律不借的。啊！可是真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种见死不救的人。我能怪谁？就是怪我自己，世人不清啊。停，演太多了。可是今天我还邀请到了4位来宾啊，个个都有着借钱借得干脆，要钱要得心累的经验。到底开场，到底人情跟金钱借与不借之间该如何去拿捏判断呢？欢迎他们出场，来介绍这边的曲中恒、庞孝元，欢迎两位。欢迎我这边的陈英文、黄丽，还有简大伟。哎呦，简大伟，哎来了是吧？你终于有空来了。他度完蜜月了，度蜜月完，太好了。还有我们的女王团的代表，来欢迎3位。人气营养师 Patty，人气 YouTuber Ann，还有知名人气医师王威提生。你是哪一个科的？我是肝胆肠胃科跟肥胖症专科做减重的。哎呦啊！肝胆肠胃科。阿孝远，你坐那么远干嘛？过来一点嘛。私下坐过来一点，私下可以好好聊一下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的是借钱啊。借钱借给谁挺尴尬的哦。根据美国银行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，有60%的民众曾经借钱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。60%。当然会期望对方会偿还嘛。当然。但这个60%里面，又有其中的35%的人表示，因为借钱的行为导致了负面的后果，包含精神损失就没还嘛，信用损害，甚至关系决裂。今天呢，能够来这边齐聚一堂的，就是有钱借给人家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是算苦主嘛？是吗？苦主有一些那种可能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，是。到后来搞不好对簿公堂了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今天简大伟会来？绝对不是因为他今天有空啊，因为他就能够从他的角度把他的案例跟大家分享。好，现在马上我们直接进行女王大调查。来，左右为难，好纠结，这笔钱到底该借不该借？好，来准备第1题。和女友交往2年，感情稳定。最近他说家里生意周转出问题，想跟我借30万应急。他也答应说很快会还我。虽然我们感情稳定，但朋友跟我说没结婚就借这么多钱不太好。请问这30万我该借还是不该借？请举牌。天哪！竟然不该借的，我们的来宾有各一啊。哎呦，男生看法不一样，女生看法不一样。哎，真的，如果另外一半还没结婚之前就要借钱，搞不好这个一借没有还，就婚也结不成。我觉得。你为什么一定认定这样想呢？其实我也有跟别人借过钱，跟另外一半借钱，可是。在我跟比如说，假设他是我另外一半，我跟他借钱，但是他的过程当中，他会一直有让我觉得我是比较低一等的感觉。你是救急不救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对，并不是清寒家庭嘛。可是他居然也，当初我试过一次，就是跟人家大概就是整合我的信用卡。那当时跟他借了70几万的时候，他还叫我写借据哎。你信用卡怎么欠这么多？70几万很多，现在的受害者嘛。对。啊，你是我们有以卡养卡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太会使用这些东西，年纪很轻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就是可以去买，可以分期付款。
就不太了解。好可怕哦！一个像你那样的小女生，每个都欠50-60万的话，那这银行赚翻了。可是等到我开始了解之后，我有想要去改变。那想要去改变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男朋友借钱。有时候吃东西或干嘛的，他也会觉得好像我没有钱，然后他就会主动帮我出，我也会觉得有点难过。可是我觉得还有因为金额真的有点大啦。对。对，对。刚刚英文姐有说，这个如果戒了，可能连婚都结不成。我跟你讲，不戒才真的婚结不成。你不结这个婚怎么结得成？有道理。对啊，而且如果今天而且真的特别强调的是，交往已经2年了，而且感情很稳定。对，2年已经在一起，他们应该差不多准备要论及婚嫁了，而且很稳定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而且今天我觉得，既然就是急着周转，对，真的，而且是家里，他已经讲的是家里面的问题。我觉得就算交往稳定，这个也是因为这笔钱，然后考验一下你们2个真正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你没有戒了，还是能够结成这个婚，才是真的嘛。可是可能他爸爸心里就有疙瘩啦。如果你戒了，以后这个钱真的，我觉得不一定拿得回来了。我觉得30万不是小数目的。对呀，3万块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也不是这样子。你的表情迟疑了。反正我就是不戒嘛，怎么样？30块戒吧，30块总会戒吧。其实我跟小哈是一样的，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戒的话，看不起我嘛，这太难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也算是一个考验。我觉得我是可以帮他负担生活上面的费用，比如说吃啊、住啊这些钱，我可以帮他出。但是真的要到借钱，我觉得就会感情变得比较复杂一点。就看那个男生有没有想要娶这女生啊。如果想要娶，一定要借啊，不然就是说不过去。他爸妈就会觉得说同甘不共苦，没诚意。对啊，对。我觉得结婚前后不一样啊，结婚前其实感情就算是稳定，其实加入了这个借贷的关系就会质变。那你不答应是不是也会质变呢？对，但我觉得就是在代表说我们的感情没办法经过考验，像群哥一样没办法经过考验，因为我只要加入了这个借贷，感情就会质变。好，简大为怎么说？来，我的原则很简单的，不过我先问一下，这是问简大为个人，还问简大为律师啊？有差别？有差别啊！那先问个人好了。我个人超级随和的，我的信条很简单，只要是女朋友或老婆都借。哇！好，简大为律师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因为这样一定要算法定历史。哇，按费计息的。双子座 AB 型啊你。双小转换人格，好可怕哦！风险很大哎，换一个脸孔。对啊。跟你这个人当朋友，你翻脸跟翻书一样哎。因为老实说，律师很简单嘛，就是你借出去就要承担没有拿回来的风险嘛，而且你又不可能跟他立字据，不可能啊，因为是自己人，我不能公事公办吗？那你就不要借了。但女朋友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哈，因为你要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要迎合你女朋友嘛，那你还做一半，还要签借据，那就失去当初借的意义啦。他真好冲突哦。这个事情，所以今天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值得讨论？他真的很尴尬。对，关系，因为关系。都说谈钱伤感情，都说亲兄弟明算账，但这种事情，你要在什么情况下把钱借出去，借多少？不然我跟你是因为朋友的关系，我认识你，你因为有需要我知道，所以我帮助你。帮助完以后，我们就不是朋友，那我为什么要帮助你？对啊。好了，我们来下一题。好，弟弟最近手头紧，开口向我借5万块缴保费。说这笔已缴了10多年的保费不能中断，保证每个月会还我5000。我本来想帮忙，但我老婆坚决反对，觉得我弟已经不是第一次靠我们救急，如果不让他痛一次，他学不会负责。请问这笔5万块我该不该借？请选择。保费缴了10多年。哇。好，这是赞成的人更多了。就借了。女王团一并，女王团一致过。是5万啊，而且他1个月会还5000，10个月就还完了。我借你100万，我也1个月还你10万的，好不好？可是100万跟5万还是差蛮多的。真的。对啊，那个听起来的。你是因为金额小所以答应？对，金额不大。对，我是因为弟弟就是血浓于水，就觉得家人不能不帮这个忙。可是老婆都提醒了，另一半都提醒了。那人美心善，看起来真是舒服。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连5万块都缴不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。对，因为他应该是有很多问题在，对，然后而且其实保险的话，它是有个叫滞留金，保险可以先帮他带电的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钱他一定是有别的问题。啊，你是这样想？对，我对家人会这样子。陈以为呢？因为他已经缴10年，他还是有基本的底，所以然后他也有一段时间都有在缴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先借给他度过这个时间，再加上因为
彼此是亲戚之间3等亲嘛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说在继承的时候，他就哇塞，可这跟他保费有什么关系？就说他这个人如果怎么样的话，他起码这5万块他是还得出来的。对，未来再分遗产。但是如果他是跟我说保费是什么20万、30万，我有可能就不行了。5万还是5万加？我觉得5万是自己的家人，应该是金额小的问题吧？毕竟是自己弟弟，而且对呀，不会跟我老婆讲。听说不是只借这一次，他后面都说老婆说不是第一次救急耶。是这样，因为比如说我对我弟弟一定是最了解嘛。就像比如说，如果是比如说我亲生的姐姐，我一定对她最了解，她有没有在施打一些药物还是怎么样的话，我一定都会知道。他们坏习惯，然后特别提施打药物。例如说啦，或者他姐姐施打药物这事有几个人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。对，我也是啊，就是自己的弟弟嘛，而且说真的，这个金额真的是不大，每个月还5000，就算他下个月还，如果还不出来，那你再隔1个月嘛。那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 Vicky 姐的兄弟姐妹身上，然后 Vicky 姐需要借钱给她兄弟姐妹，然后你已经知道她借很多次了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说你有钱你借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对，脑筋说5万块钱也不是说太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钱大伟本人呢？本人是不借啊，这刚好律师也是不借啦，所以都不借。就这样，两边都是家人嘛，一个是老婆，一个是兄弟嘛。我是没兄弟姐妹，所以我不太确定，我没有知道这种感觉啦。他前科累累啦，而且5万元他就算有借有还，他如果是有借有还的人，就不会欠这5万了。对。而且保单明明就有价值准备金，可以拿去刚刚黄丽讲的缴保费，其实真的停缴1-2期不会怎么样了。还有要看弟弟寿命还有多久啊？哎，这个就有点太3等亲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小姑结婚打算买房，但头期款还差一点。婆婆知道我收入不错，便来向我借钱，还拜托我不要告诉老公，希望我能私下帮助他们这对新婚夫妻。请问这笔钱我该不该借？这尤其是女生，刚好讲到小姑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请举牌。你这样也借？原则问题呀，就是原则问题。我们都不借，为什么就你一个人？你的求生欲很旺盛哎！不是，因为可是我会跟我老婆偷偷讲啦，借完会讲啦，因为我老婆一定会还给我啦。你真的很爱你老婆。不是，这是生存，简律是只存在办公室，不会存在家庭里面。简律是只存在办公室，回家不讲法好不好？只讲情理。我们大部分都觉得很像不该借，为什么？这个有点情勒了吧？对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在那个我跟老公说，对网络上很多小影片，其实很多类似这种的东西啊。哦，对，就是那种婆婆那个嘴脸，就是哎呀，你有钱不拿出来什么之类的那种嘴脸，真的很多小影片都有这个啊。再来就是，反正我都已经你女儿已经嫁给我了，我无所谓了。重，你为什么后面要补一个畜生的话？不是因为这就是跟简大为律师跟简大为本人那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我们这种我私底下帮助他，我觉得我应该会蛮不爽的。你会不爽你妈妈，还是不爽你老婆？都不爽。借的跟被借的都不爽。对吧？瞒着我干什么？对。对啊，而且因为小姑跟婆婆跟我老公，应该他们算是一家人嘛，逻辑上。对。那怎么会不让我老公知道呢？对啊。然后跟一个外人借的概念，那这样变得我以后要去要钱，我也不能请我老公去要。对。对，而且也不会感谢。你要自己处理。应该刚刚那个不借弟弟之后，他跑来找他弟弟的老婆，找你老婆要了。对，那就变成说我跟我的婆媳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为这样而不 OK 哦。但是我老公肯定不知道说我在气什么，我可能在很生气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老公可能说你干嘛对我妈这样啊？你干嘛对我妹这样？可是他不知道说，没错。他跟我借了钱，对呀，没有还，要钱，对，吃哑巴亏。这已经不是借钱，这叫做拉赞助商，因为这个拿不回来的，因为他就是想要就是对啊，因为那个不可能跟婆婆说，那个之前小姑就是头期款那个什么时候可以还，因为这绝对不可能还的，因为他买房了之后。接下来有更多的支出，再又有小孩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能还他的，对，那就只是赞助。那为什么我赞助了，我还不能让大家知道，连我先生也不能知道？对啊。M 是已经举差了，那你要怎么拒绝婆婆？
我可能就会装穷，就说可我的钱都在老公那边，可能要问老公。他装很有贝利，你装比较说不过来，没办法，你长得像大户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很穷，我没办法，婆婆我没办法。看起来像开玩笑哎。我都吃饭配酱油了。威利，你会怎么拒绝婆婆？哦。我会跟他讲说，他应该是拒绝岳父或岳母吧？对啊，我没有办法不跟太太讲啦，就不好。对，我会说，如果我的先生说借，我就借。对，我大概会像这样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好。对，这个好，一定要跟另外一半讲，绝对不能不讲。毕竟他是你的孩子，把另一半推出来，我只能把他一起拉在身边。对，没错。You jump, I jump。对，起码要切砍 rose。我觉得蛮过瘾的。我想继续看简大为那种那两面的那样。还有一题啦，再一题好不好？一题。我觉得蛮好的，这样蛮好的。我哥从我大学开始，行为越来越偏差，诈骗人头户，各种欠债，最后都是我爸妈在善后。最近爸妈已经没钱了，上个月妈妈向我和姐姐各借了5万。这个月竟然要再借20万，我真的很不想借，但又觉得爸妈年纪大了，还要替哥哥筹钱，这笔钱我到底该不该借？协议举牌。这个应该没有意义了呀，借吧。怎么会有2个举圈呢？你们疯啊你们！滥情理盲。你为什么？我觉得是我担心我爸妈，然后我会跟他说这是最后一次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借，就是这20万出去就是不会再借，真的不可能。我还是会给他一个底线。好，每个人听完都在摇头啊，每个人都在摇头。好，就不要急啊，来再来，你讲。我心里会打定主意说这就是最后一次，对，然后就去把我哥打一顿，真的会去打一顿，因为他已经。你哥如果比你更壮更大呢？我觉得这种有一点技术性。好，我就跟我爸妈说好 ，OK， 那这一次我20万我借，那你家里的房子你过户到我身上，有一个担保就对了。对啊，你刚刚在讲一个畜生的想法，不是，这是真的，啊，宁愿在我身上，也不要在我爸妈身上，下一次就是。抵押了，没有钱了，但是以免借房被你哥哥弄去了。对啊，这个我们的律师听起来就是在骗房子而已。这个太过分了。所以这个是更技术性，更技术性在骗钱吧？骗房子，哇，变更大。加油！搞到最后发现哥哥跟我一伙的。我空手套白狼，唱黑脸白脸的。哇，今天学到一招哎！黄丽怎么想？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我有点动容，因为想说是如果是跟爸妈有关的话，我也会想说，可是后来觉得他一而再，从大学到现在的话，我就不可以再纵容他。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真的狠下心，要不然你真的再借他的话，他一定会有再下一次。对，借钱不还还有理，到底谁是被害者？他就是每个月一定都会借一次，每个月的10号，他的确就是把这1-2万还我，然后再来变成15号，然后再来变成20号，然后再来变成月底还没有还。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，就跟我说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嘞，就是我就是都已经生活有困难了，然后为什么你还跟我谈钱？花10万看清一个人，这个也蛮代价好高。就是可能要真的狠下心，要不然你真的再借他的话，他一定会有再下一次。对，这个一直接下去，就会像我之前有一个案件，他怎样，爸爸妈妈跟一个姐姐来找我，要我把他的儿子判重一点。他儿子吸毒被关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判更重？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一直借无底洞，然后这借到最后房子都被抵押完之后，爸妈才觉悟，他们决定让小孩进去关久一点，看他能不能反省，所以请我把他。就是帮检察官把他判重一点啊，当然我最后是没有接，但是因为这种惨案看多了，我真的觉得有些人他可能要进去里面反省过一阵子之后才会变正常。不过你拉垮你自己，拉垮爸妈，接下来就是拉垮你的。对，对，那是不是房子先到我身上？跟我讲一个可以做别的啦，可以做预告登记啊之类，不用过户啦，那骗人的。预告登记，什么叫预告登记？
简单来说就是在房子上面上锁，不过户但是上锁，要在上面做抵押什么的都要经过你同意才行做，就可以防止被抵押啦，以免你哪天被哥哥游说去借钱。我的说要直接过户也不能那个啦，卖不能卖啦，就是要经过他的同意。对，那至少不要过户，过户听起来很怪。对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的这个环节，希望大家把自己真实的案例，你自己的事情告诉我们。借钱总是有去无回，那些因为钱失去的感情，从金额最少的开始好。金额最少的。好，来，这个因为1万块以下失去的感情的举手。这也太了吧！因为5万块以下的，含5万吗？好来，大概10年前啊，那个我们有一个戏到美国去巡回演出然后因为要去20多天，等于4个城市嘛，等于4个礼拜，不能说是宝岛一村嘛对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团员就来找我借钱了，对，他说他手头上没什么钱，而且我们要去20多天，而且他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他希望也可以带女朋友一起去，他就跟我借10万块钱。那我就推给老婆了，我说其实我的钱都是老婆在管，然后要不这样子好了，我没有10万块借给你，我借给你5万块好了，然后我还是把钱借了，蛮好。然后后来回来之后，我们就比较少碰面，我们只有演出的时候才会碰在一起，那可能半年1年才碰一次面，然后后来就问别人，就是说，他欠我这个钱。他说他这个人就是常常这边借那边借，他根本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累犯，他到处，所以就不知道他是忘记了还是就是刻意就是装没事这样子。我认识吗？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。那等下可以来问你名字吗？就是以防万一，对，以防万一，还是要互通有无，要不然下次人他借我哪知道什么？对啊，后来我想说也就算了。你看5万块是不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？你看他到处借5万，他借20个人就100万了耶。而且我们大概前年还有碰到过，前年还有碰到过。你现在说这事儿是几年前的事情？10多年前，11年前。哇，5年前还碰到，他也忘这个事儿，哎呦，我的厉害了。然后碰到他也就算了，看他换车了，哎呦，过得挺滋润的，换那个名牌的车子。哎呦，好，这是5万的，来10万以下的失去的感情，来10万的举牌，2位。这个是一个定期定额借钱的故事，还有定期定额，对，借钱有定期定额，是，就是我刚出社会的时候，因为就是从学生变成上班族，就开始有钱了嘛。那同学就会觉得说，那我们现在下班就是可以到处去吃吃喝喝啊，或者是说喝点酒这样子。那我就有个朋友，他其实自己就是都会那个 Uber 代步，就真的就是很滋润的那一种，对，而且他会找我吃饭。那久了之后，他还会找他其他的朋友一起进来这个团一起吃饭，然后大家热闹。饭友，因为那些朋友呢，他就比较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那个朋友就是海派的朋友，他就会跟我说，我们2个有收入，不然他们3、4个的我们一起 share 掉好了。到了就是月底的时候，朋友就说，可是我没有钱了，我可以跟你先周转一下，我10号领薪水就还你。周转多少？可能1万2万这样子，对，不多。我就好吧，反正10号就回来了。月光族，对。那一开始就是每个月的10号，他的确就是把这1、2万还我，然后再来变成15号，然后再来变成20号，然后再来变成月底还没有还，就有点像是滚雪球似的，一直滚。所以就是像定期定额，他就是每个月一定都会借一次这样子。对，那到最后我就说，可是你自己都不宽裕了，你还要一起叫我 share 这一些朋友的餐费，想要过这种生活。对，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我就是都已经生活有困难了，然后为什么你还跟我谈钱？而且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你也是很开心的，不是吗？这个太那些被你们就请客的那些人，他们也都没有任何没有想表达一些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就是收入不稳定，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可是，在要想吃吃喝，他也可以付一些他可以负担的啊。先分享是一堆酒肉朋友的事。对啊，价值观太偏差了。好典型的酒肉朋友，就理所当然的被请客，真的同甘不共苦对啊，对。可是就是好像我们讲出来的人，好像是变得我们不重义气，然后我们很爱计较，然后对，就好像问题是出在我身上。 Oh my god！ 好，可以。来，那个也是10万以下的损失来，因为我觉得
那个借大钱跟借小钱的困扰不一样啊，借小钱真的很难拿回来这样。对啊，我就有一个护理师朋友，他就是他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兴趣就很喜欢买包包，有时候买那种名牌包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，一个月一个两个这样子。怎么了？对，不要投射。我没有投射，我没有什么。来你讲，我不懂了，因为包包可能对他来讲很重要，然后他宁愿刷卡去把卡刷爆，然后买包包，然后每个月可能缴最低，到最后就没钱吃饭，他可能就会开始跟我借钱，一开始可能是小额2000、3000或者是5000，一次两次其实10几20次，其实已经累积好几万，我自己已经数不清楚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困扰，说因为他有钱，就是只能拿去还他的卡债这样子。这种小钱你要怎么去要，真的很难要这样。那最后也没有记账说借。对，然后最后他就没有跟我再联络这样子。对，后来就找拍到这个人了这样子。所以他到底总共欠了你10万，快10万。就是这个钱已经数不清了。对啊。那他也有问题吧？对啊。他应该那时候有跟你交往对吧？好，谢谢。这种小额真的超级难要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留字据。可是我觉得王医师下次跟女朋友他们要借贷的时候，可能要留下说。说女朋友他们吗？就是护理师，因为现在法律上你就算汇钱给他，也不代表你是借，因为你可能是本来就欠他钱，所以再还钱啊。王医师欠护理师钱嘛。或者王律师好意请护理师吃饭，那如果下面有备注呢？最好是不要用备注，因为备注是你单方面讲。你要在LINE里面说，那你刚刚跟我借，我汇2000块给你喽，然后再传那个汇款的那个单证据给他。那因为他不可能不回LINE嘛，因为我那个时代还没有LINE啊，就是现金。你那个时代，你那时候都算现金交易。对啊，现金交易。因为你上法庭，法官就会问你说这笔钱你为什么给他？你就说借啊，对方说没有，王医师他很好。要赞助我吃饭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要证明那笔钱是借的哦。花10万看清一个人，这个也蛮对，代价好高哦。好，接下来那借多少钱你认为是应该一定要拿回来的？请举手。你说这样就要拿回来了吧？10，对，这是1000块。哈，所以1000都要还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过了一个，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可能请陈哥吃饭，或者是可能陈哥说，我少一个700，我要缴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定你借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就还你。可是陈哥你可能忘记了，可是这700我就觉得说算了，700块其实也没有很多，也许哪一天又被陈哥请回来了，之类的。因为一定是常见面的人才会有这种借的关系嘛，对。可是如果超过1000块，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的朋友应该要记得。如果是我都会记每一块钱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借钱真心换绝情，闺蜜从此别再见。劝我们那个闺蜜离开这个男生，恐怖情人。对，借他一笔钱，还帮他彻夜搬家，然后搬家之后，可是大概不到3个月。他就跟男生和好，气到我就觉得算了，我连钱我都不想要了，因为他说钱是我就是对拜托他搬出去，很差就很差劲。每一块钱我都记得很清楚，每一块都记得很清楚，会有循环卡债70万。不是，你学到教训。不是，我宁愿欠银行，我最后有还啊。对不对？我不是说那种不会去整合，或者说我就放给他烂的那种状态。我们这边刚才简大伟，你可以设定在30万。没有，现在是简律师在讲。其实因为要考虑到请律师打2个省级，总共差不多20万了。然后你还要执行25万差不多，所以30万以上再要会比较简单，会比较划算的。不然还赔本。有意义啊！为了10万又花了20万，律师没有意义啊。对啊。是这样算的。是这样，那简大伟本人呢？那就要看谁借的。如果是跟老婆，那没有借的问题，都是送。如果是朋友借的，那我跟英文姐一样，1000块都要还，1000块都要还。你讲好了嘛，诚信，非常好。好，然后刚才是已经达到10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在30万以下发生失去的感情，2个。30万以下，来，黄丽仙来，3个有3个。我其实10几万而已啦。可是那时候是我今天有一个认识10几年的很好的闺蜜，因为她那时候是跟一个非常渣的男生，就是一个暴力男同居。那男生他其实酒后的时候都有一些暴力的行为，就是我们身边的姐妹都很不喜欢那个男孩子。我们就是大家都劝我们那个闺蜜离开这个男生。恐怖情人。对，就是那男生是很可怕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还一起就劝说，就是我们还跟那女生讲说，我们就是演一出戏啊，就调狐狸山啊，要怎么就是要把他带走这样子。
可是那女生因为她不敢跟她的家人讲，然后她身边也没有什么钱，那因为她没有钱嘛，我就支持她了，我就借她一笔钱，然后就是让她负担她找房子的那个房租费，还有那个押金，还有生活费，还帮她彻夜搬家。然后搬家之后，可是大概不到3个月，她就跟男生和好。你真的对做白工，做白工就算，就是因为那男生真的很会哄女孩子，他哄她就算，因为他是哄她，他没有哄我们呐，所以我们就很气啊，因为我们听到都是那女生一直跟我们讲她不好的，然后她一直帮那男生讲话，可是我觉得更气的是，因为那女生后来把我借给她的钱给那男生运用。没救了，这个女的就是他没有做什么工作，对，然后他还让那男生搬去，就是我让他们租的那个房子，很差，就很差劲。因为她是我很好的姐妹嘛，我就去找那女生说，你要跟这男生分开，不要再联络了，对，断绝关系了。然后她就说，她后来就是选择那个男孩子嘛，然后她还当下很生气，说因为是我怂恿他们分开的，就是我挑拨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，里外不是人。我那时候真的很气啊，然后气到我就觉得算了，我连钱我都不想要了，因为他说钱是我就是赞助，对拜托他搬出去，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现况了，没有，完全没有联系了。这样的人冥顽不化，非常可怕。他未来，而且还会出卖你。对啊，对，后来家卖你是，哇，我住这边都是他赞助的，他就要我离开你。对，背刺叫背刺嘛。好宝宝，郝家园，我就刚好30万，刚好30，借给谁？借我表姐夫。那个表姐也算是远房亲戚啊，现在过年会大概都是过年才会遇到。然后表姐夫很有钱啊，然后经常比如说每年过年大概都是他家啊，然后吃的很好，和牛啊、帝王蟹啊什么都是他出钱。然后以前比如说过年的时候玩一些什么射龙门、推筒子啊、射龙门啊，他都当庄家，就有钱人嘛，因为他老板自己是老板。结果那个时候大概暑假有一次暑假吧，下午1点多打给我，他说急需要用钱。公司现在就是如果没有30万就跳票，我就合理吗？对啊，那他很有钱啊。他说校园这没什么好，你还信不过表姐夫？30万对他来讲是零钱，这算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赶快去帮他汇了这30万。他说大概3个月以内一定会还我。大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带他全家去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玩得很开心啊，我也为他们开心啊。表示这个表姐夫这一关应该过了，没问题，应该很快就会还我了。好，结果到了大概隔年的大概春假4月，他带着全家到美国加州的那个环球影城玩，又是环球影城，他们家特别喜欢环球，他有收集的习惯，他有收集环球影城。到了在下一年的圣诞节，全家到大阪的环球影城，真的是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。你也该还我钱了吧？我很为你开心。你是环球，那你也该对，只还球不还钱。环球不还钱。那我就问他了嘛，就问他，那表姐夫你这样子啊？对，哎呀，你看我一时就忙了，怎么会啊？没问题，表姐夫现在很没问题，汇3万回来给我。不是30万吗？然后又在等了一阵子，那个阵子都是2个月。啊，表姐夫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脑袋，又再还了3万。3万，总共还过3次。我想说30万，你这样还3次才9万，你不需要这么不水亏吧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跟我表姐讲。原来我表姐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对了，到最后是我表姐自己还我钱。可是那你们之后见面不会很尴尬吗？他们的关系也不会尴尬。因为他还是很有钱。对他为什么有钱？因为钱让这么不衰苦。不知道，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家人就讨论，我跟我老婆我讨论，他可能这笔钱不是什么见得了光彩的事情。对。你现在还有跟他见面吗？有啊，还是会见的。讲出来，没关系，我很多表姐啊，我很多表姐没关系。好友借钱打死不还，律师教你讨钱绝招。布丁，我突然间这个什么要进入挑战的时间，我说那你大概要多少？他说大概2、3万就够了，再过几个礼拜而已吧。我现在又有一个挑战，我现在需要10万块，过了差不多2、3个月了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的钱是不是要还我了？他不读不回喽。我后来发现一招，就是有时候成功几率反而比他本人要还高。哦。现在还有跟他见面吗？
有啊，还是会借的。讲出来，没关系，我很多表姐啊，我很多表姐，每个表姐夫都很有钱，每个表姐夫都很有钱，也没有，都很爱环球，很喜欢环球，都爱环球影城。对一些真的有钱的人来说，30万真的跟你们所感受的3万块或3000块很像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有些人真的觉得还好。来，陈英文，我其实之前当然在这5年之前，其实我也有几次借给朋友钱的经验。那我有一个男生，就是毕竟偏向有点像闺蜜这样的状态。就是他有时候常常我们都会聊天，那他是做别家直销公司，那我踏进直销业之后也认识蛮多人的。他大概在前年的时候，2023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跟我比较密集说啊你在哪里工作啊？哦我在哪里这样，我们常常会聊天。那聊着聊着，其实对彼此公司的这个制度什么都是很了解。那有一段时间到去年的时候。他就突然间开始就是讲一些他心情不好啊，什么样的状况啊，然后他就说他去内观中心啊，去做一些静心相关、心灵相关的。那因为他的妈妈跟我还不错，有时候我们会当连友，我就说啊，那他还好吗？他说啊，最近不太好啊，吼，然后外面都传他就是到处跟人家借钱啊，所以他就有一点点就是难过这样。那我就说，那真的有这件事吗？他说没有啊，借的钱都有还人家，那外面都人家乱传。偶尔1次2次没有还，他就被传得很夸张了。我说哦是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后来一直到一段时间跟他变比较又再更好一点的时候，今年初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说，哎，外面这样人家传你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他说会啊，他说真的很生气，就说哦，就是自己。借人家钱的时候，还人家钱也是有给利息什么这些，可是为什么只是1、2次，可能刚好团队在挑战的时候还不出来，就被抓着这个事情就到处乱散播一些新消息什么的。那再过一阵子，他就突然说，哎，布丁。我突然间这个什么要进入挑战的时间，我说那你大概要多少？他说大概2、3万就够了，其他我再跟其他伙伴想办法。我想说哦，还要跟其他伙伴想办法，那你户头给我，马上转给你，我马上给他一个5万块，还自己加一点给他。再过几个礼拜而已吧，就马上跟我讲说，哎，就是因为他差不多要还我的时间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差不多要还我的钱了是吗？他说，哎，不是，对，是要还你没错，但是我现在又有一个挑战，哎，我要进阶另外一个位置了。他说这是一个他人生中很重要的。你这是有嗅到一点点不妙了吗？有一点不妙，可是。他的人缘非常好，所以你相信他，对，他讲得很真诚，对，就好像像陈哥这样的状态，陈哥完全，陈哥要进入挑战，陈哥要进入挑战，我挑战了，来赚几种，对，来赚3万，我完全对他的诚信，蓝宝石，我完全对他的诚信是不会有怀疑的，我就真的也是再借他5万块，然后又到还的时间的时候，他真的有还我。他还我说，哎，我先给你。他说，哎，又过了1个礼拜，哎，我现在需要10万块，等于说他真的是有借有还，没错。但是他又要再跟我借一个大的，累积到15万。我想说，哎，这应该，我就直接问陈哥的状态，说，你应该是在骗的吧？就是我就直接开玩笑，直说了。对，我就直接说你是不是在做诈骗啊？我说我怎么觉得这跟我听那个好棒棒那种，就是在教人家怎么认清诈骗。那我就觉得，哎，我觉得我听过几次影片，我觉得套路蛮像的。然后就一开始都会关心你啊。他说哈哈哈，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那样的套路。他也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说好了，那应该是。我就是觉得太轻松了一个状态，我说好了，那我就说，那你大概什么时候要给我？那我就很轻松的问，然后你大概什么时候？说哦，这大概21号或是22号之类这样子。过了差不多2、3个月了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的钱是不是要还我了？哎，都不读不回喽。哎，这个人从来都会读会回的，突然不读不回了，不妙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那我就这几个月是哎，对我看到他妈妈的时候，我就不行了。我说你儿子是不是应该要出来面对？然后他妈说怎么了吗？你可以把细节告诉我吗？我说我到现在还想要给他机会，我希望他出来看我的简讯，请他不要再躲了。然后后来他出来了，他就跟我写了一大串他的一些状况或干嘛。我说你写这些我已经不太想要相信，我都没看了。然后我说你现在写一个还款计划给我。后来他就写了一个还款计划，就是现在每个月就还我5000块这样。工作这么顺利，人缘这么的好，对不对？很可惜，把人搞得四通八达的，结果他却很可惜。
我觉得这个好可惜。那最可惜是失去你这个朋友。对对啊，因为我后来觉得哈，这些债务人他们都还蛮嚣张的，所以我后来发现一招，就是跟他的家人要，有时候成功几率反而比他本人要还高。哦，对，我们之前遇过一个是怎么样呢？他是欠了300万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找到人了，然后他就坐在事务所里面，然后说那你要怎么还嘛？就说本票愿意签给我们300万这样子。我就跟我当事人说不行，他签本票根本没用，他就没钱嘛。他说那你去找个保人来。好，他就拿着本票出去了，30分钟后回来，上面本票除了他的名字之外，多了一个女生的名字。我说那是谁？那是他妈。我说哦，你妈愿意当保人哦？他说对啊。可是你看嘛，30分钟可以奔回家找到妈妈，我觉得超怪，所以我就跟我当事人说，这个票不要拿，因为有可能是假的。但那个人就是说一定是我妈，我跟你担保，没关系。我当事人想说好了，那算了，他就拿吧，就不听我的劝。OK， 后来呢，果然就没还嘛。那我们那时候找他妈，因为上面有他妈的名字嘛，果然那张票是假的。他妈说从来没有签过那个票，然后呢，伪造的，对，是那个借款人伪造的。那跟我们说要告我们伪造文书哦，他妈就真的告了。因为他说那不是他的，他要透过判决确认嘛，告我们3年以上哦，本票只要伪造就是3年以上，最轻。然后我们在诉讼中觉得奇怪，莫名其妙。还好那时候我就觉得怪怪，所以我先把监视器给保留下来，事务所的。然后我们后来检察官看到影片，就直接起诉那个借款人伪造他妈妈本票，然后这个时候妈妈才愿意出来帮他还。总共最后还了400多万，哇塞！所以真的是一个局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把家人牵扯进来哈，我只能说家人要狠一点，我就不帮他还，让他继续关，否则像我们这些借人家钱的人去找他家人要，其实还蛮容易要成功的。你要跟家人要，哦，哇，我们都讲完了吧？对，到我还没讲，我们已经讲到30万嘞，超过30万，我超过。用这招借钱不还，只有律师能处理。有一笔很急的款项需要跟我借，这笔钱就当做过了1年了，我才问他，我就说那公司是不是有赚钱可以分红了？然后他也是就说哦，明天会汇给你，然后我也完全没有收到，感觉是被设局了。这不是借款，这投资啊。对，来，对，我们超过30万，我们就可以等一下后台详谈。超过30万，我超过，对，多少钱？50万。对方是谁？对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也是就是又是朋友，对，always 朋友，对，公司的大老板。然后他有一个表姐夫，他也很爱去环球影城，也很爱去环球影城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期间，就是他主要的公司业务就在海外，所以他就跟我说，他真的有一笔很急的款项需要跟我借。他一开始本来跟我说，那可不可以借他100周转？然后我就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借这个钱，就是我也不跟别人有金钱上的往来。他就说那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其实他事业真的是蛮成功的。他就说那不然你就改投资我的公司，这笔钱就当做是买股份。对，然后我们2个也有共同的另外一个好朋友，然后那个好朋友他就说那个好朋友也有投资，然后我就去问了那个好朋友，他就说对，我觉得他很可靠。我就说好。那感觉好像是个生意，我就觉得那没关系，我就50万可以买多少股份？算是投资他50万的股份。大概多少？然后过了1年之后呢，我就看到他开始就是买司机车，请司机，然后开始就是社群软体上面一直出现一些很 fancy 的东西。过了1年了，我才问他，我就说那公司是不是有赚钱可以分红了分润？他就开始说啊，疫情真的赔了很多钱啊，然后钱都在海外啊，转不回来。司机卖掉啊！我就说你可以先卖车，司机是别人家的孩子啊，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他卖掉。我想说好，那我就再给他1年的时间。我就说那明年好能忍。对，我说明年我同一个时间我会再问你哦。我就1年后我又再问了他，因为我就看到他生活真的过得也是很滋润。我就说应该差不多可以分红了吧？他就请了他的可能会计什么伪造了一个假的报表，对，财报，假的财报。然后他就给我看说，我们公司真的没有赚钱，还是真的亏损？因为你这笔钱也不算是我跟你借的，是你投资在公司的。
所以就是没有办法。对，那你这时候有去问你那个一起有投资的朋友吗？有，我就问了他，然后因为另外那个朋友他真的是非常有钱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就算了啦。我就说我不能算了，不能算了。然后反正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对劲，我就感觉是被设局了，好像就是诈骗我这样。我就说，那我可能跟那些共同好友说，以后不要再，我就开玩笑的说，以后不要再约你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，或约你出国，因为你还欠我一些钱这样。对，我就有点开玩笑似的跟他说，然后他好像就有一点小怕到，怕名声在外会被传，对，他就说好，那我就请就是。我们的会计汇钱给你，然后他也是就说哦，明天会汇给你，然后就用了一个国外的水单说哦，我汇美金给你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也完全没有收到，但他就是一直对他就是一直假装有汇钱给我，所以就是别人在讲的时候，他就说哦，我有汇啊，那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哎，好奇怪。超过30万就可以请律师了。他的对话，来，对，我们超过30万，我们就可以等下后台详谈。你在那边接生，超过了。所以他1毛都没拿回来。我现在就有拿回来10万块，因为他就是请了法律顾问之类吧，就是他说一直有在还钱，他有试着在还钱，有表现像就是我不能做什么。这不是借款，这是投资啊。对，他也是这样讲。哎，看起来不缺钱的人最容易骗人了，最好骗人。借钱什么时候最好借？你有钱的时候最好借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有钱，你看刚刚愿意出大笔的都是因为我知道他有钱才对，有没有？我们借钱给别人，我们本意是想要帮人家一把，当然，可是有时候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一段关系。哎，会。你是出于好意嘛，情义相挺，两肋插刀嘛，结果换来的是剑拔弩张，一刀两断。聪明的做法是量力而为，而且保留余地，让彼此都有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。因为真正的帮忙不是毫无保留的给，而是给的刚刚好。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真诚的互信跟健康的借贷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朋友有通财之意。什么叫通？有来有往叫通。如果只有从我这边到你那边，那叫流。有去无回。我们可以通，我们不要只有流，不要只有我帮你，你可不可以也来帮我？对不对？这叫做通财之意，好不好？祝福大家，祝福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。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